哇塞，这就是北极的地貌吗？这个北极小镇只有12人，怎么生活？极圈内的极光会是怎样？零下40度的寒风，666公里的碎石与冰原，这是阿拉斯加唯一能深入北极圈的陆路，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Every corner, every hill was a problem. 我们将以道路尽头的北冰洋为终点，探索鲜有人涉足的荒原。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欢迎来到道尔顿公路。我们来到道尔顿公路的门口了，一过来就感觉风非常大，非常冷，于是加上了所有的衣服。我们会在这里待4个晚上，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北开。道尔顿公路全长666公里，沿途穿过寒带森林、北极圈，翻越阿拉斯加最北的陡峭山口，穿过冰封的荒原，最终抵达北冰洋。沿途仅有3个定居点，补给或救援服务非常有限，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我们在附近最大的城市费尔班克斯进行路况了解和物资准备之后，北境之旅正式开始。在将近5个小时的车程以后，我们抵达了第1个落脚点——玉空河营地。那我们现在到了玉空河营地，现在已经是蓝调时间了。今晚准备在这里过一个夜，我们先进去吃个饭。谢谢。这里面还有古老的感觉。然后他们这里的门好像都是2层，是为了用来隔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北极圈点的一个面，看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呢？那个味道根据在放的，发现你看它颜色很像。没我，非常养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玉空 River Camp 的这个 camp 这一边有些什么东西。非常像宿舍呢。要把外面的鞋子就放在这里，然后一般会穿拖鞋或者其他鞋子进来，这样会保持这里的干净。看娱乐设施还是挺丰富的。随着夜幕降临，我们听说今晚能看到极光，于是我们立马出发前往最近的观测点。今天预报说最大会达到 KP 4.5左右，现在大概还是3，肉眼是能看到一些白色，但是不明显。准备在外面再待个1到2个小时，最后这个 KP 4.5在这个整个北极的区域会是怎样？冬日的太阳逐渐升起，沉睡的雪地被慢慢唤醒，万物都被点缀成了金色。本应在早饭后出发的我们，却被这个东西硬控了。可以啊，就拐弯了。这是什么？它这个滑力没有你这个大，你这个应该更滑，因为是圆的。别把它做，不信，这太平了，就它平的，就那么一
起因是营地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可以免费租用雪橇，并从河岸一直滑到冻结的河面。没曾想，这一玩就不可收拾。我操，害怕！对，就这里。谁先来的？翻上去了。滑下来还是非常快，但是感觉有点冷。这条封冻的河就是玉空河，全长约3190公里，是阿拉斯加最长的河，大约是0.5个长江的长度。从加拿大出发，穿越北美荒野，最终汇入白令海。相比于其长度，只有4座桥横跨玉空河。阿拉斯加道顿公路大桥就是美国唯一一架。因为下坡在冰上会比较滑，所以我们要保持匀速，然后需要点踩刹车，也不能急踩。离开玉空河营地，很快我们就爬上了手指山。这里有一大片花岗岩突岩，最著名的就是手指石，因其指向 Fairbanks 的方向，而曾经被用作导航标。大家看前面那个像雪坨坨一样的，这个会动的雪坨坨就是 ptarmigan。在冬季，它们是白色的雪坨，到了夏天，它们的羽毛会变成棕色，与苔原融为一体。真棒！这个路这么好，一看就是有旅行团把它弄好了。那就要压一点。我们穿越北极圈了！北极圈并不是一个实体圈，而是地球上北纬66度33分以北的区域，是夏季有极昼、冬季有极夜现象的开始。当然，陪我们穿越北极圈的不只有我们，还有一只小松鼠。We don't always have to know it's coming around. Just listen to the sound of the longings they put in perspective. 冻角镇就在山脉的入口处，也是最后一个提供食物和加油的地方。吃了和脸一样大的蛋包饭之后，我们出发前往与世隔绝的怀斯曼。怀斯曼的路并不好走，需要通过只有1车宽的雪道。但当看到盖满雪的小木屋时，就知道目的地已近在眼前。Hello， 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住的小木屋。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大家做一下 room tour。它的下面有一个小的客厅，有一张床和一个厨房。
然后我们沿着这个木楼梯上2楼看一下有些什么东西。2楼的话就是2个卧室，一共有3张床，刚好1人1张。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厕所。这个是我们的晚饭，为什么有什么味道？对，就非常简单。然后以及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个这种露营的快速粮食。我们还配了一个老干妈。哇塞，这个日照金山，这个火烧云，很有那种与世隔绝的北方小镇的感觉。那这儿的居民的日常是怎样的？Morning. And then we have sourdough pancakes and scrambled eggs and sausage. Oh, like the whole village yourself. Yeah, Already. there's no service of any kind. Everything we have to make ourselves. Wow. So we have our own little power plant. We have solar panels and a windmill. In December, it seems like we have to run the generator like every day for a few hours. Yeah, we don't see the sun from I think it's December 4th or 5th till January 9th. It's a difficult time because there's so little daylight, and then if it's cold 24 hours, and there's no services. I mean, even if you wanted somebody, if something breaks, you have to just do it all yourself. Yeah. Wow. Yeah, this house here was built by the gold miners about over 100 years ago, so it's kind of an historic building from northern Alaska. Wow. Yeah, this was the community center of sorts. They came here for dances and parties and stuff. There's a picture behind you on the wall there of like a community dance in here, and I think it's 31 or 20. 1908年，怀斯曼因淘金热而繁荣一时，但随着金矿的枯竭，小镇逐渐衰落。由于物资匮乏和交通不便，这里的人口大幅减少，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接上道尔顿公路。如今也仅有12位常住居民。怀斯曼坐落在科尤库克河岸边，距离北极圈以北约100公里处。即使在现在，它仍然保留着原始的自然风貌和历史遗迹。冰沙是绵密的质感，尝一下。你看那种打得非常碎的绵冰的感觉。大家想必对狗拉雪橇已经很熟悉了，那么在北极圈内的荒原做狗拉雪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All right. We have like more snow than normal. So like all the snow's kind of pushing all the brush like in the trail. Why did you move here? What made you make the decision? Mostly just I kind of just fell in love with like the landscape in the area. I've been in Wiseman for my 7th year. It's a very good place to like study nature. I've always just kind of been like curious about that stuff growing up. Here, it's all public land surrounding Wiseman. You have an entire mountain to explore and stuff like that. It does a lot of fun to me. 说实话，没有什么事情比在阿拉斯加如此棒的天光下，坐着雪橇犬，听着因为热爱的故事更棒了。I've been here for 32 years. If you don't like the lifestyle here, you won't be okay. That's true. Ooh. 告别静谧的小镇后，我们因为没有注意雪的厚度，不小心陷车了。塞下去。哎，可以。接下来，我们将穿越402公里的荒原，翻越布鲁克斯山脉，
开上一望无际的冰封台原。最终，我们成功抵达静止在辽阔冰原上的石油小镇死马镇。这里距离北冰洋还有12千米，因为保护尽头的油田，私家车无法前往，我们的旅程也只能在这里画上句号。虽然很遗憾未能抵达北冰洋，但是是否到达终点并不重要。就像我们的人生，回头看看，也许我们已经看到了最美的风景。我是维度，我们下期再见。